在20世纪初的美国旧金山，一位饭店老板曾因担心那些肮脏的钱币会弄脏顾客的漂亮手套，于是灵机一动，用洗涤剂将饭店内流通的现金进行清洗。由此，洗钱这一概念便应运而生。实际上，洗钱并非单一的犯罪行为，而是与各类其他犯罪行为紧密相连的下游犯罪。简而言之，不法分子在犯罪后获得大量非法收益后，便利用各种手段将这些资金变成看似合法的收入，从而达到逃避法律制裁和监管的目的。从整体流程来看，洗钱通常可以分为3个主要阶段。首先是存放，也称为安置阶段，指的是将犯罪所得以某种方式引入金融体系。其次是掩藏，又称为分层阶段，通过一系列复杂的交易、转账或资金混合操作，使得资金的真实来源模糊难辨。最后则是整合，即将经过洗涤的资金重新投入经济体系，看起来像是正常的收入和资产。需要指出的是，这3个步骤并非线性执行，而是常常交织，反复出现，增加了监管部门追踪不法资金来源的难度。1、现金走私洗钱。第一种洗钱方式便是利用现金走私的手段。由于许多国家在现行体制下尚未建立完善的现金交易报告制度，洗钱分子便趁机利用这一漏洞，将大量的黑钱通过非法途径运入这些国家。通过走私进入境内后，再以各种方式存入银行账户，逃避了监管部门的监控。正因为这种手法十分隐蔽，各国纷纷加强对进出境现金携带量的严格限制，以防止不法资金大量流入国内金融市场。2、分散存款构成的化整为零。第二种手段则是将大额现金分散存入多个银行账户，即俗称的化整为零。很多国家针对超过一定金额的现金交易均有严格的报告制度，银行必须在发现异常交易时及时向反洗钱部门报备。因此，洗钱者往往不会一次性存入大额现金，而是将巨款拆分成若干不足以引起监管注意的小额存款，通过层层分散达到逃避监管的目的。这种方法看似简单，但操作起来却极具隐蔽性和危险性，一旦被发现，可能会引发一系列金融风暴。3、利用现金密集型行业洗钱。第3种方法则是依托那些以现金交易为主的行业。赌场、娱乐场所、酒吧、金银首饰店等场所，由于日常经营中大量涉及现金交易，便成为洗钱分子的天然掩护。通过制造虚假交易或夸大营业收入，洗钱者可以将非法所得披上合法经营收入的外衣，从而使资金看似正当合法。这种手法不仅涉及面广，而且跨越多个行业，给监管部门的侦查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4、直接购置动产或不动产。第4种洗钱方式是直接购买各类高价值的动产或不动产，如房地产、豪车、古玩、艺术品以及各类金融证券。洗钱者通过购置这些资产，再将其转手出售，从中套现，最终将非法资金转化为合法货币。这样的操作既能保值增值，又能巧妙地掩盖资金来源，因此成为不少不法分子首选的洗钱途径。5、证券业、保险业和期货市场的复杂交易。利用证券市场、保险业以及期货交易进行洗钱也是常见手法之一。由于这些市场涉及的资金量庞大，交易品种繁多且交易方式复杂，给洗钱分子提供了理想的隐身空间。通过操纵股票、债券或期货交易，犯罪分子可以在合法的金融活动中轻松洗白非法收益。此外，有些洗钱者还会在保险市场购买高额保险，然后通过退保、退费等方式将资金退回，从而掩盖资金的真实来源。6、借助离岸金融中心和银行保密天堂。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由于实行了严格的隐私保护措施，
允许成立匿名公司以及对个人资产实施过度保密，变成了洗钱者们的乐园。利用这些离岸金融中心或所谓的银行保密天堂，不法分子可以将犯罪资金悄然转入这些地区，使得追查资金来源变得异常艰难。这种洗钱手段因其高度隐蔽性和法律监管的漏洞而广受青睐。7. 虚假进出口贸易与皮包公司。第7种洗钱方式便是利用显示公平的进出口贸易或注册皮包公司进行虚假交易。通过制造一些与实际标的极不相称的贸易往来，或者成立一些名存实亡的皮包公司，将非法所得包装成虚构的经营收入。这种方式往往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大量资金的洗白。这种手法的关键在于利用贸易单据、合同以及虚构的商业行为掩盖资金的非法性质，使得追查者在大量虚假信息中难以发现真相。8. 先捞后洗。不少贪污腐败的官员在位时通过权力获取大量非法收入，而在退休或权力转移后，他们往往通过办企业、成立公司等方式对这些资金进行洗涤。这种先捞后洗的模式通常表现为，官员在办企业或进行股票、期货等金融交易时，不论实际盈亏如何，都总是宣称自己大发特发，以便给手中来历不明的资金找个合理的解释。这种方式不仅掩盖了资金的非法来源，也为后续资金的合法流通铺平了道路。9. 边捞边洗。与先捞后洗类似，还有一种更为普遍的洗钱模式，即官员一边利用手中权力大捞钱，一边让亲属经营企业以作掩护。很多贪官在位期间会大肆敛财，而其亲属则纷纷下海开设娱乐场所、餐厅、各类企业，通过合法经营的外表将非法资金顺水推舟地转入正规经济体系。这样的资金流动既能防止资金链断裂，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分散监管风险，形成了一条较为完整的边捞边洗闭环体系。10. 连捞带洗。另一种较为复杂的洗钱方式是连捞带洗，即利用职务权力或国企背景，通过掌握关键企业的实际控制权，来达到将非法资金转移到自己私人企业账户的目的。一般情况下，这类操作表面上看似由他人代理经营，实则大权在握。通过这种方式，犯罪分子不仅可以将黑钱轻松转移至自己控制的企业中，还能通过合法纳税经营再次赚取利润，从而实现双重收益。11. 境外转移。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现如今，跨国洗钱已成为最为普遍且隐蔽的一种方式。通过非贸易途径或贸易方式，将非法资金转移到境外，不仅能够规避本国监管，还能利用国外宽松的法律环境完成洗钱过程。例如，一些官员通过送子女到国外留学，支付高额保险费用或佣金的方式，将资金合法化地转移到境外。另一种则是通过与外国企业勾结，采取高报进口、低报出口的手段，将中间的巨大差价以佣金、折扣的形式支付给境外进口商，最终让非法收益分散在海外账户中。此外，还存在在境外设立空壳公司或利用地下钱庄转移资金的情况。这些操作手法层出不穷，给跨国监管带来了极大的难度。12. 贿赂金融高官。在某些情况下，贿赂金融机构中的高层人员也成为洗钱者的重要帮手。通过行贿，犯罪团伙能够让银行或金融机构在资金结算上放松审查，将大量黑钱以普通转账而非汇兑的形式转移到境内外多个账户中。曾有案例显示，2001年香港廉政公署成功捣毁了一个跨境洗钱集团，该集团洗钱金额高达500亿港元，
其手法便是通过贿赂银行内部高级管理人员，绕过监管规定，实现资金的快速转移。13、合法金融体系的变脸。利用合法金融体系进行洗钱，也是不法分子常用的手段之一。很多犯罪嫌疑人会采用假身份证在银行开设多个账户，然后利用这些账户进行反复转账，分散存款，借助正规金融渠道将黑钱洗白。这种方式虽然看似在走合法程序，但实际上却是利用金融机构制度的漏洞，实现了资金来源的彻底隐藏。14、互联网时代的隐形洗钱。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不法分子也开始利用网上银行、电子支付以及网络赌博等手段进行洗钱。通过互联网进行的跨境资金转移，不仅操作简单，而且几乎没有地理限制。洗钱者可以在短时间内将大额资金分散到全球各地的账户中，使得追踪资金流向变得极为困难。更有甚者，会利用网络平台开设虚假网站，通过虚拟货币等手段，将黑钱一层层转换成看似合法的资产。15、投资型洗钱。另一类常见的洗钱手法是通过各种投资行为来清洗非法所得。不法分子通常会投资建造宾馆、开设公司、购买商品房或投身房地产市场，将黑钱转化为看似合法的投资收益。甚至在境外设立公司，通过对外投资的方式，将非法资金悄然融入国际资本市场。这种方式不仅能使资金看起来合法，还能在市场上获得额外收益，增加资金流转的层次和复杂度。16、进出口贸易的虚假操作。洗钱者还会利用进出口贸易作为资金转移的工具。他们通过虚报进出口价格、伪造贸易单据等方式，将大量资金以贸易款项的形式转移到境外。这种手段利用了国际贸易中大量虚假合同、发票等文件作为掩护，使得非法资金看似是正常的商业收入，从而在繁杂的贸易数据中逃避监管。17、旅行支票的隐形通道。旅行支票作为一种特殊的支付工具，因其不受现金携带限制而备受洗钱分子的青睐。海关在对携带现金进行严格申报时，对旅行支票则相对宽松。洗钱者利用这一特点，通过将现金兑换成旅行支票，再通过无背书转让的方式将支票交给第三方，最后再将旅行支票存入银行兑现，从而实现非法资金的洗白。这种方式巧妙地利用了旅行支票在跨境流通中的便利性，使得资金流向更加隐秘。18、赌场代币兑换、虚实结合的洗钱妙计。在一些合法运营的赌场中，洗钱者往往会选择以代币进行间接洗钱。具体操作方式是将现金兑换成赌场代币，然后将代币交给指定的受益人，由其再以一定手续费用将代币兑换成现金。由于代币本身没有详细的编号或记录，这样的操作使得通过纸钞上的信息追查洗钱者身份变得极为困难。尤其在那些允许代币直接兑换现金的职业赌场中，这种方法屡见不鲜，成为洗钱者隐蔽转移资金的重要手段。19、低买高卖。利用低买高卖这一假买卖手法，也是洗钱者常用的套路之一。通过在古董、珠宝、收藏品等贵重物品市场中制造虚假交易，洗钱分子先以低价购入，再高价出售，将资金以合法交易的形式转移到目的账户上。此手法不仅可以用于洗钱，也常被用在行贿和受贿过程中。另有部分洗钱者会购买那些没有明显标记的古董、邮票或历史悠久的名场乐器，再谎称为自家珍藏，在市场上放售，从而将非法所得转化为看似正当的收益。20、基金会的神秘操作。许多政客、企业家和财团出于各种目的，会成立一些看似公益的基金会。然而，实际上这些基金会往往成为洗钱工具。不法分子通过假捐赠的方式，
将非法资金转移到这些基金会账户中，以逃避高额所得税。还有一种情况是在所谓的赈灾或公益活动中，通过募捐诱骗企业和个人捐款，之后将善款私自挪用或转入个人账户中。在跨国洗钱活动中，洗钱者更是常利用不同国家、地区的慈善基金会间互相转换资金，使得资金流动轨迹极为复杂，监管部门难以捕捉其真实动向。21、跨国多次转汇与直接搬运。利用跨国转汇或直接将现金搬运到国外，也是洗钱者常用的手段之一。有的洗钱者会通过反复转账、结清旧账户，以利用转汇相关单据保存期限的漏洞来实现资金洗白。还有一些极端方式，则是利用专机或具有海关免检资格的人员，直接将大量现金以纸币形式运往外国，俗称直接搬运。这种方式往往需要周密的计划和强大的人脉网络，一旦成功，便能在短期内实现大额资金的隐秘转移。22、人头账户的妙用。在人头账户的操作中，洗钱者常会利用那些身份信息模糊、监管较松的个人账户，将非法资金分散存储。具体方法是将黑钱分拆成多个小额资金，分别存入由人头开设的银行账户中，从而掩盖资金真正的所有者。由于人头账户通常存在于洗钱者本人不知情或根本无法控制的情况下，这种操作手法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被追查的风险，同时也给监管部门制造了追踪难题。23、外币活存账户。外币活存账户也是洗钱者蚂蚁搬砖式操作的重要工具之一。通过多次小额存款，将资金逐步存入外币账户，再通过境外取现、兑换等手段将资金转换成当地货币。这种方式看似平淡无奇，但实际操作中往往与人头账户等其他手段配合使用，使得资金流向更加隐蔽且分散。24、跨国交易。跨国交易洗钱手段通常出现在那些没有实物商品的产业中。洗钱者通过制造虚假交易金额或人为灌水，先将资金以合法的名义汇入国外掮客账户，再经过多个国家、地区的转账分割，最后将真正要洗的钱悄然回流到国内。这类操作不仅涉及金额巨大，而且跨越多个国家的金融体系，使得追查工作充满复杂性和挑战性。同时，还有一些洗钱者利用高价采购普通消费品，或通过将商品高价出售后，再由境外伙伴汇款，巧妙地将非法资金注入国内市场。25、地下汇兑渠道的隐秘运作。在一些不法场所，如卖珠宝金饰的小银楼，地下汇兑渠道也常被洗钱分子利用。除了常规的外币兑换外，这些渠道甚至可以将现金兑换成无记名、无背书的外国支票。客户随后可将这些支票带到境外银行兑现，使得原本需要严格监管的现金流动变得异常隐蔽和灵活。这种地下渠道的存在，极大地削弱了金融监管部门对跨国资金流动的有效监控。26、跨国企业资金调度。金融、银行、保险等跨国企业由于其庞大的资金调度系统，常常成为洗钱者的走廊。利用企业内部复杂的资金流转及账务处理系统，洗钱者可以通过大量现金纸钞的跨国搬运，将非法所得在不同国家之间反复调拨。常见的操作方式如利用麻绳捆绑现金，用纸箱运输大额钞票等。这种方式不仅让资金流动显得合法化，而且由于涉及跨国运输，更加难以被单一国家的监管部门察觉。27、人头炒楼。房地产市场一向是洗钱的重要阵地。洗钱者常会利用人头身份购买房地产，通过以低于市场价的方式向承包商或开发商支付现金，然后在短期内快速脱手，实现高额利润。比如，一些预售屋在交付前便能以50%至100%的涨幅出售，
使得洗钱者不仅将黑钱转化为合法资金，还能从中赚取额外的利润。这种炒楼模式操作简单，隐蔽性强，已成为许多洗钱团伙钟爱的手段之一。28. 假借贷方式。在涉及受贿或贪污的案件中，假借贷手段往往成为洗钱者的秘密武器。操作方式通常为受贿者拿到对方开立的远期本票或支票，即便这些票据被查出，也可声称存在借贷关系。等到风头过后或相关人员不在岗位时，洗钱者便将这些本票或支票转手给第三者，或者通过银行兑现来获取现金。只要这些票据没有真正兑现，便能为非法资金找出一个看似合理的借贷理由，从而掩盖资金的非法性。29. 伪币伪钞的假面具。利用伪币或伪钞进行洗钱也是一种颇具创意的手法。洗钱者先通过多次小额消费、自动贩卖机找零或者将纸钞兑换成硬币的方式，将伪币或伪钞逐步洗白成真钱。此方法虽然操作上存在一定风险，但只要步骤处理得当，便能使大量伪造资金看似合法，混入市场流通。因而，不法分子常常通过这种方式进行资金洗白，并在过程中规避了现金交易的严格监管。30. 百货公司礼券的另类流转。最后一种我们要讨论的手法，则是利用百货公司发行的礼券。礼券由于其高度流通性和难以直接兑换回现金的特性，表面上看似不具备资金流转优势，但洗钱者通常会借助一定的人脉资源，将礼券通过转卖或作为员工福利的方式流入市场。具体操作中，洗钱者会将礼券转卖给各公司，或以员工节假日福利的名义发放，最终将礼券洗到不知情的第三者手中，而原礼券持有人则能获得接近等值的现金。这种看似不起眼的洗钱方式，实际上却能在资金链条中起到关键作用，悄然改变大量非法资金的归属和流向。除了之前提到的那30种洗钱手段，实际上这些不法分子为了掩盖黑钱的真实来路，还会耍出更多花样，让人防不胜防。他们会把非法收入和正经钱混在一起，制造出一大堆虚假的交易记录，好像每一笔钱都是靠合法生意赚来的。比如，他们会用双重发票的方式制造假账，把黑金伪装成看似正常的商业收入，或者利用信用卡刷单、外汇交易和信托操作，把钱在各个账户之间来回转，让每一笔资金都好像经过了一层又一层的合法包装。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洗钱高手还会找了一些专业人士做后盾，律师、会计师、公证员，这些本来是为我们提供服务的专家，在他们的帮助下，构建出一个看似严谨、无懈可击的资金链条。你看，这一切操作起来既讲究细节，又极具技术含量，让外行人根本看不出一点猫腻。甚至有时候还会借助一些机构或者特殊项目，把钱悄悄转移、消化掉，简直就是一场场精心策划的金融魔术表演。然而，这些传统手法还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和金融工具的不断更新，黑金世界也开始向高科技领域进军。而现在最抢眼的新花样，就是利用加密货币进行洗钱。比特币、以太坊等虚拟货币的兴起，让这帮家伙多了一把隐形的钥匙。由于虚拟货币交易具有高度匿名性和全球流通性，洗钱者们可以将黑钱直接转化为加密资产，然后通过区块链技术在各个数字钱包之间转移，彻底摆脱传统金融体系的监管。整个过程就像是在黑暗中进行一场看不见的交易，让人根本摸不着边。试想一下，当你以为所有洗钱套路都已经被摸透时，他们突然换上了虚拟货币这张王牌，这不仅让追查变得更加困难，也让整个金融市场的安全防线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加密货币的崛起为洗钱分子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干净通道，他们可以在区块链上留下几乎无法追踪的交易痕迹，
让人不禁感叹，黑金的世界真是无奇不有，连科技也被他们玩转得服服帖帖。看着这些高明的伎俩，你可能会问，这到底是怎样一场高智商的较量？答案其实隐藏在那些看似简单的数字背后。每一笔加密货币的交易都像是一道复杂的数学题，只有解题者才能看出其中的奥秘。洗钱者们利用各种交易平台和数字钱包，把钱从一个账户转到另一个账户，再经过层层分散操作，让每一笔资金的来龙去脉变得扑朔迷离。甚至有些黑金操作还会混合传统的现金手法和现代的数字技术，形成一种全新的洗钱模式。这样的操作不仅考验着技术和耐心，更需要他们对整个金融生态系统了如指掌。不仅如此，他们还会利用虚拟货币的跨国流动特性，将钱飞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无论是通过匿名交易平台，还是利用混币器这种工具，将加密资产与其他数字货币混合，让追查者完全失去方向。你可以想象，这就像是把一桶浑水不断摇晃，让里面的每一滴黑金都找不到原来的位置。每当你以为已经抓住了一些线索的时候，下一秒钟那些资金又悄然滑入更深的迷雾中。这么一来，传统的洗钱手法与新兴的加密货币洗钱手段相互交织，不法分子们就能把资金彻底洗白，变成看似正当的收入。你可能会觉得这些操作既大胆又离奇，其实每一步都经过精心计算，正是利用了现有金融系统的漏洞和技术的短板。而我们普通人可能永远难以真正了解这些黑暗操作背后的真实逻辑。话说回来，这个视频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看到洗钱世界的多面性和复杂性。无论是老派的现金操作，还是如今高科技加密货币的应用，都让人瞠目结舌。每一种洗钱手段的背后，都隐藏着一套精密而隐蔽的操作体系，每一环都充满悬念和挑战。你或许会好奇，接下来这些黑金高手们还会推出哪些新花样？他们的下一步棋会不会让整个金融市场再次震动？答案就藏在这层层迷雾之中。今天的视频还只是冰山一角，未来还有更多你意想不到的洗钱秘籍等待被揭开。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